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我现在在最大间的 Chery Showroom， 就是在 Johor Bahru Medini 这边啊。然后今天带大家来看我之前已经拍过了的一台车，就是我身后这一辆 Chery Omoda 5。之前已经拍过了，为什么还要来拍呢？因为今天是一个更加详细的解说，我会讲很多之前那一部影片没有讲到的东西。如果你们对这一台车有兴趣，那一定要把今天这一部影片看完。现在呢，我们废话少说，就来看下我身后这一台非常漂亮的深灰色的 Chery Omoda 5。影片开始前，要非常感谢本期节目赞助厂商70迈。70迈最近就发布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新产品，就是我手上这个好像 Pokemon Ball 一样的70迈 Omni， 真的是颠覆了所有汽车行车记录器的传统啊！它是一个可以完成几乎360度无死角拍摄的全高清行车记录器，而且它还具备了 Motion Tracking 超级夜间模式，还有一个远程监控的 Parking Mode 你可以随时通过你的手机连线全车360度四周的画面，都可以通过你的手机软件来查看那这个70迈的 Omni 呢，之前我有拍过一个完整的介绍影片，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或者留言置顶区那边的 link， 就可以查看更多关于这个70迈 Omni 的详细内容了啦。再来就是这个70迈的 Omni 呢，它是具备语音控制功能，你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叫它拍左边、拍右边，甚至拍 vlog 都没有问题。那如果你们大家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Omni， 要怎样买呢？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你们想要的这个70迈 Omni 的价钱了啦。而且除了这个 Pokemon 的配色，还有另外一个黑色可以选择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没有错，因为现在这个 showroom 呢，他们还在一个施工阶段，所以我就拿出了这个黑黑粗粗又长长的麦克风，希望可以做到一个更好的收音，让你们有更好的影音享受啦。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台 Chery Omoda 5的车头啊。之前我的上一部影片因为那一台车的颜色是有一点像 Tiffany Blue 这样子，所以呢，在车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网的部分颜色的那个差距是很大，看起来就有一点密集恐惧。可是当车身颜色变暗了过后，好像我身后这一台深灰色呢，我就觉得整个车头底下 OK 哦。而且今天可以发掘更多细节是之前没有看到的。Daylight 亮起来了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 Daylight 是很帅，而且它还是一个 2-in-1 设计哦。这样子讲 2-in-1 呢，就是它整合了 DRL 跟 Signal 灯。我知道很多马来西亚的车买来是没有 Signal 灯的，可是如果你买 Chery Omoda 5的话，那个车的 Signal 这样鬼帅气一定就会提高打 signal 的几率啦。那如果你没有看到之前那一部影片的话呢，现在就来科普一下有些人会讲 DRL 的位置就是车灯的位置吗？这样车灯跑去哪里呢？现在在我身后这一大块就是这个 Chery Omoda 5的车灯。之前我们没有启动车辆嘛，所以没有把它打开来。今天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了过后，它是一个 projector LED。然后在中网的部分呢，就像我刚刚讲的，车身颜色变深了过后，看起来就没有这样密集恐惧症了啦。然后中间的这个3D 的 Chery logo， 下方呢会有一个360度全景环绕影像的镜头。然后我们往下看还可以看到 bumper 的下方有一条红色的边就看起来更加的帅气，更加年轻动感啦，有一点点像 FK8 这样子啦，有一点红色的元素掺杂在整台车上。除了 bumper 下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红色的线条，在 side mirror 的位置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线条点缀。当然它的 side mirror 上面也是整合了这个 LED 的 signal。 然后 fender 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是一台 crossover 嘛，还是要有这种防刮材质的东西。我们之前看的那一台车它的 rim 是一个全黑设计，这一台的 sport rim 是一个红黑撞色，就跟它的车身的一些红色线条做了一个相呼应。它的刹车卡钳也是红色的。轮胎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 GT 牌子的轮胎，尺寸方面是215/55 R18寸的铝圈。所以如果你们不是讲求 performance， 想要换那种很轻量化的铝圈的话，用这一个 sport rim 就已经够大够帅了啦。看完前面的碟刹，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其实也是红色的卡钳看起来就是更加的 sporty 啦。整个车身侧面的线条，我觉得 crossover 可以设计成很有
跑车的感觉。让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 Lamborghini Urus。可是现在我们只需要花10处万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台整个侧面看起来好像跑车一样的 crossover， 或者有些人叫 SUV。然后它的离地间隙当然是比一般的 sedan hatchback 车来的更加高，穿越性也会比一般的那些车来的更加好啦。马来西亚路这样烂，又一直淹水，所以有这样子的离地间隙，我觉得是更加适合马来西亚的公路使用方式啦。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车门把手是有感应装置，除了感应装置这台车你走靠近它也会自动解锁，你离开这台车它也会自动把这辆车的车门锁上。以前的车我们需要去把锁匙掏出来按解锁嘛，后来就变成需要用 button 去解锁，再后来就变成用感应装置解锁现在直接不用解锁了，你的锁匙放在你的 bag， 放在你的口袋，你走靠近你的车它就会解锁这一点也是 good job 啦。再进阶一点呢，我们走靠近它的尾箱盖我们只需要站在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双闪灯闪一闪它就会自动把尾箱盖打开。我们不需要像以前的那种方式去按 button或者你要在那个 bumper 下面这样扫半天扫不开那个尾箱盖所以呢，这一个是更加容易使用。打开尾箱盖，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箱是非常的平整。尺寸方面，我觉得放2个20寸的 luggage 是没有问题。打开遮罩板，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置物空间，你可以放一些薄薄的东西，好像拖鞋还是一些比较少用到的东西，可以藏在下方。然后很多人在意的有没有 spare tire 呢？这台车是有 spare tire 的，只要把遮罩板下面的遮罩板再打开来，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尺寸的 spare tire。但是这个 spare tire 真的很小所以不建议高速使用，也不建议长时间使用。换上了这个 spare tire， 赶快去tire店解决你的爆胎问题会比较好啦。这个车尾灯，我喜欢它的这个鱼尾设计，我也喜欢它里面的那个3D 立体的效果。然后我们在 bumper 下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假狗排气管。画面上你们看到这2个洞呢，其实是假的，它的排气管藏在 bumper 的下方但是它是一个双出设计啦。这个主要就是美观罢了啦，而且长久使用下来它不会黑黑OK， 当然这一台车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天窗。我们等一下一边试驾这一台车，一边讲解它的内装，体验一下 Chery 这个中国品牌刚刚入驻马来西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啦 ？Let's go。OK， 现在我们就是要来试驾这一台 Chery Omoda 5。在试驾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嗨，大家好，我是来自 Chery Johor Mandiri 的 Jolin Ho。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 Chery， 或者你们想要了解更多 Chery 的详情的话，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他的联络方式。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Chery 的 Omoda 5 Higo Air Pro， 想要下单都可以 text 他，等你们所以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Omoda 5它的这个换牙的方式因为它很大个，抓起来手感很好。然后它的这个360哇，真的很高清，而且它的屏幕是非常大的，它是20.4寸，所谓的全连屏，由2个荧幕组成它的油门是那种钢琴式的油门，直接一个打斜的，不是悬浮式的，所以我的脚就可以很舒适的放在上面。整个坐姿我觉得也很舒服。然后它的 steering 呢是可以做上下前后调整的，整个 steering wheel 抓起来它会比较大个一点点我感觉有皮革包覆。坐起来呢有一个加分的点就是一般上我们的这个椅子就算有通风椅都是吹屁股的部分嘛。对，我们这一个是吹背后，打了球还是什么然后上车哇，如果你的椅子有通风椅，而且是吹背后的话，那个感觉一定很好。而且这个是全皮椅，所以你照顾起来会比较方便。这台车它有顾到我们马来西亚人的驾车习惯，就是它的 signal 是在右手边。很多欧美品牌、大陆品牌、本地品牌，那个本地品牌就是整天给人家讲 signal 为什么要坐在左手边，然后这一台车呢，它的 signal 在右手边。如果你是驾习惯日系车款的话你就直接可以上手。好像我最近一直在开日系车嘛，直接就上手了，不会打错 signal。然后现在有一条直路我们可以试一下柴油，1500cc 4缸涡轮增压引擎，156 horsepower， 230 Nm， 体验一下是什么样的 feeling。我们一脚油门下，3、2、1。OK 吗？会怕吗？
它是有冲劲的，可是它的冲劲不是那一种你一脚油门下它马上劈轮，给你一个很够力的贴背感，没有。所以如果想要有一台不要动力强劲到不舒服，这台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后我们来讲一下整辆车的 interior， 我很喜欢它的 interior 一个点哦，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可以放这个手机的 charging 啊，对的，我很喜欢尤其是它的角度是有点倾斜的，所以当我们把手机放在上面做 charging 的时候，你不想漏掉一些重要信息的话，你可以用你的眼睛的余光这样瞄到，间接的可以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加安全。然后它当然可以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啊，手机直接link了过后，打开 Waze 啊那些东西，你就不怕 miss 掉一些路口啊还是什么的，你也不会一直把手机拿在手上。新闻都有报道，假如你拿在手上，你看 Waze 还是会中3万的啊，1000块啊。这一台 Omoda 5它的 sunroof 的这个 sunshade 呢是手动的啊，你还是要自己用手动，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大问题啦。然后这辆车的内装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个造工质感，我觉得比起它的同级竞争对手来讲的话，不输日系车，还有 Sony 的音响，它的音质方面是非常的清晰的。如果你们到现场看这辆车，会在想这辆车没有 pedal shift， 它的对手有，其实它还是有加减压功能。我们只需要在它的这个排档杆这边哦，拨去 D， 在右手边有一个按钮，你长按一下，它就变成加减压模式，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拨动这个 gear knob 来做到加减压。它的步骤会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少用啦，所以你没有用它是没有什么关系到啦。它的 dashboard 整个很整齐，我很喜欢，上面整个大面积都是软材质的哦。门板方面有这个皮革的包覆，还有车缝线，然后是电动椅的。比较可惜是还有这个纸袋啦，下次我们搬掉纸袋试驾。OK， 后座的椅子刚刚我也是有上去试坐一下，我觉得它的后座乘坐空间算是 OK 的，然后椅背倾斜角度是有一点点偏直，然后有后座冷气出风口。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 Chery Omoda 5，不妨可以到我们 Melini 这边全马最大的 showroom， 你们可以来这边了解更多详情。当然来到这边或者你们来之前可以先跟 Jolin 做一个 appointment。好，今天的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olin，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 1、2、3。